你不是有枪吗？鬼子都这么近了，你咋还不打呀？给，打呀！你就是吓唬我行，打不行。离开这两个。啊！这个狗汉奸，老子崩了你！你说谁啊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打不响了！你给我！这是没有子弹了，你知道吗？败家子，就这么几个子弹，全让你打完了。你子弹不打，留着下哪儿了？你懂个屁呀！团里弹药紧张，不能浪费，你知道吗？不就把步枪吗？不就点子弹吗？老子给你弄去！哎，兄弟，给我点子弹啊！给我点子弹！我这儿没子弹了，统统都打没了。哎，你给我点子弹！我这子弹都打光了啊！别出来，走开！你想干嘛？哎，53，回来啊！那是谁的密码？找死啊！他们好像是在找弹药。没错，大陆没有弹药。水藤，你带队，全体冲锋！嘿，我说你们这帮穷八路啊，真是穷疯了！啥时候了，还上你捡子弹呢？哎，团长，那不是那天跟咱们一起打仗的513吗？啊！苍，快回来，危险！我刚才还纳闷，什么时候让独立团出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？原来是你弟。苍，鬼子开始冲锋了，你快回来！张良，危险！同志们，冲啊！猛子，日本人冲上来了，咋办？把弟兄们撤下来，把这儿交给日本人。不行，小鬼子机枪顶在腰眼上了，他要是撤下来还是死。不如跟他们拼了，还有条活路。猛子，冲吧！冲！走！杨子哥，猛子，这怎么回事？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混蛋！命令部队停止进攻。嘿，多危险呀！你就这么往下跑啊？那么多鬼子，要是被炸死怎么办呀？快点，躺下，我给你看看伤着哪儿没有。没事儿。哎呀，就是给老子炸的头有点懵，吓死我了！你刚才跑下去干嘛去了？给枪，你哪儿弄的？战场上捡的呀。问你这把枪，
差点把老子命给要了。你傻不傻呀？就为了这把枪，你刚才差点给炸死。这不是我答应你的吗？老爷们做事就是这样，说到做到。咋样？是，虽然没你那把心，可也算是个枪吧，够使。张良，砍了几个？哦，砍了5个。行，没给你们29军大刀队丢脸。哎，看见我弟弟了吗？你弟弟？啊，他没跟在一块儿。这一转眼，臭小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别急，是不是提前回村了？回村了。哦。三儿，三儿，哥，三儿，三儿，你没受伤啊？没有啊，你看好着呢。他没事儿，只要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你又挂彩了呢。哪能呢？阎王老子呀，特别烦我，压根儿就不想收我。少嘚瑟！啊，一眼看不到你就给我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再这样，我非把你拴起来不可。哥，你把我当驴呢？哼，你呀，连头傻驴都不如。各位，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很遗憾，中日两国爆发了战争，但是我相信，这一场战争很快即将结束，你们将过上安稳永久的太平日子。今天这个亲善大会，为的就是表彰一位这样的人。他只是一位剃头匠，但是在枪林弹雨中，却救过我们无数的大日本皇军。小兄弟，请吧。不必紧张，请上台来。小兄弟，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。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来，干嘛呀，叔？吃点啊！什么时候了还吃啊？哎，人都来了，吃就吃，没事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杀手！
怎么是你啊？是你！姑娘。抓住那个剃头的！快！阁下，快走！快走啊，阁下！快！三儿啊，快走！门弟呢？别管我，你们先走。师傅，快走！那么多鬼子，咱是不是冲不出去了？都怪你！你说你刚才不冲动的话，咱们现在早就出城了。你说你要是打死中村也行，中村没打死，咱现在城也出不了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怪我，行了吧？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想想办法吧。不行，咱们现在一起跑，谁也跑不了。那咋整？师傅，你现在去元宝大街大发洋行，进去以后看见伙计，跟伙计说你要给老爷家的孩子买糖吃，然后老板说他只有芝麻糖，然后你说我来3两啊，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再给我说一遍。元宝大街大发洋行，芝麻糖3两。对，然后咋办？现在我去引开鬼子，你往我相反的方向跑。绳子，绳子！你跑啥？哥，你他娘吓死我了！吓死你！要不是我答应过你二哥，我真想一枪崩了你。你记住，等会儿到城门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找个机会溜出去。哎，等会儿，快走！小山子咋办呀？这都啥时候了？赶紧走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救小山子。走！哎，哥，我要救小山子。走吧。过来！快点！走！咋办呀？绳子，走！师傅，好，师傅，等会儿，别多说了，赶紧把他们衣服换上，跟我走。好。你们6个人，带他去医院。嗨，其余人告知。站住！是哪个部分的？现在城门禁营，一律不许出城。排开！嗨，我们有紧急任务，必须马上出城。我们走。站住！驾！驾！
杨四哥，小猛哥，四哥，13，赶快上马，快！好，走。山子，小山子，山子，快起来，快，走，走，跟我走，快走，师傅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山子，走，都走，快走啊，三儿，走啊，走，快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山子，快走，走，小猛哥，你也走，快走！说，你的同伙去哪里了？今天青山大会的新闻和照片，一律不许发表，统统销毁。那个犯人分子给我看好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我要问问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。我对他那么好，为什么非要杀我？嘿！有士兵报告说，今天城内的暴乱，除了那3个人之外，还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暗中帮忙，而且这个人能够全身隐退。我怀疑是我们的人。怎么可能？帝国军人怎么会帮着抗日分子？我不是指我们的人，而是中国人。赶紧走吧！啊，要走你走，我要回去救小山子。我说的是你走，我走。小山子我从小带大的，我能丢下他不管吗？你跑得快，你赶紧走，去找八路军，找那个老关，最好让他派些人来。我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行，哥，你小心点啊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走。哎。小山子，挺住，一定要等着师傅来救你啊！团长，这是你要电池，咱们啥时候行动？行动？哎，513，你也累了好几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件事情我们研究一下再说。研究？你们要研究到啥时候啊？八路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，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行动。小山子是你的兵，他被抓了，你屁都不放一个，你算啥团长啊？你要是爷们儿的话，你就赶紧给我派人去救人。胡闹！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，那不是土匪。我不管你啥队伍，现在鬼子就在城里呢，你们咋不抗呀？513，你冷静点。小山子是我的兵，他被抓，我比谁都着急。但是，为了救一个人，把整支部队都搭进去，那小山子的付出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不管有没有啥意义，我只知道小山子是我徒弟，我就得管。你要是真心疼他，你就给我派人跟我去救人；你要是不派，我就自己去。513，别跟这儿犯混，救人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吧？怎么救啊？啊，你出个办法怎么救？闭嘴！513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给你抓起来！去吧。小李，到。挑几个身手好的战士，进城，想办法救出小山子。是。老关，咱得先请示上级，这能行吗？闭嘴！拿酒去。哎。
53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跟你说的那个药怎么样？还要什么药？人都快没了，药还有什么用？他这是吃枪药了呀！说呀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老子是八路，杀你们鬼子是天经地义的。说，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剃头匠，到底是谁？说出来吓死你！那是我师父53，我师爷和师娘都是你们杀的，我就是来报仇的，来呀！梁子狗，你刚跑咋又回来了？当真够大的，满大街贴着你和13的照片。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？3个人一起来的，现在俩还撒走啊？你是为了那个孩子吧？现在啊，这个孩子的命是保住了，可就是啥呀？人关哪儿了？你肯定知道。现在关在司令部审讯室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日本人看得很紧，你根本就救不出来。我必须救。你不了解，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现在当了八路军是条汉子，我是从队伍上把人领出来的。你说现在我怎么交代？也都看到了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你说怎么救？那我不管。帽子，你说过的，你穿这身黄狗子皮，你是逼不得已，我理解。但今天这事儿，你必须帮我。刘桑，刘桑在家吗？是日本人。来，咱们先躲一下。走，你还没有答应我呢。刘桑，开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躲起来。那你当心，当心小鬼子怀疑你。好。是天举，有事吗？中村大佐，请你去军部喝酒。这么晚了，请我去喝酒？是的。好，请稍等。卢萨，等你多时了，请坐。王八蛋！请坐。小日本！卢萨，你加入帝国军队很久了，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交流交流。来，为帝国的圣战干一杯！来，有种你弄死我！
这个犯人分子，哈哈，说到这里，可是暴乱的那一天，你好像一直没有在现场。是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马上跑回军营，召集队伍，立刻封城。怎么了？中村大佐怀疑我为战，没关系，军队里的兄弟可以为我作证。哈哈哈哈哈！误会了，在混成六旅里面，我最欣赏的还是陆参谋长你。说，在武强，你们还有多少个八路？哎呀，这个犯人分子非常顽固。这样，既然这个人没有利用的价值，我看就由你送他最后一程吧。嗯。请吧。陆大哥，中村这是开始怀疑老子了。陆大哥，对不起了，狗汉奸，有人不做，你偏要当狗。有种就给老子来个痛快的，老子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。中村这是在逼老子，看来他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。开枪啊！来呀，来呀！你现在杀我，我记住你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你开枪啊！你开枪啊！来！不对，中村这狗日的没这么简单，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杀了小山子。好，骂得好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来！走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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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刘萨，这也是审讯的一种方法。人濒临死亡的时候，往往会心理崩溃。看来这一招对这小子不管用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刘萨，啊。我们接着聊吧。是。杨子哥，杨子哥。阁下，
他刚才提到513，他的父亲就是杀死萧道军的凶手。我知道了。大佐阁下，难道对卢小猛的怀疑就这样解除了吗？刚刚确实没有看出什么破绽，不过还有待考察。哥，走，快走！我不走，走我就扇子！呀，走！放开！哎，放开我！我要去救人！你救什么人？谁让你回来的？知道吗？现在全城都是你的画像，你回来就是自寻死路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小山子快死了，我必须要去救人。你去救他，那你呢？你这是自己找死！你不能死，留着你的小命还得为你爹和你媳妇报仇呢。我就不信了，离开你，我还救不了人了。你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？我撞了南墙都不回头。你个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山子，山子，是我。山子，小山子，山子，孩子，山子，小鸡。三儿，快！当心后面！三，快走！团长派我们来的，快走！走。卢参谋长。中村大佐，人犯被人救走了，我已经组织人马去追了，这是我的失职，还望中村大佐见谅。这件事不怪你，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按计划行事。嘿。跟上！坚持一下。哥，快去给山子找点水啊！坚持啊！你们俩在外头守着。好。好。山子，没事了，我哥找水去了。一会儿再喝点水就好了，咱们继续赶路。师傅答应你，一定把你送回去，啊！报告，先头部队已经跟踪到观音庙附近。告诉织田，
不要打草惊蛇，一定要顺藤摸瓜，找到八路军的驻地。还有，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。嘿，全体集合。师傅，我已经不行了，你别管我了，你走吧。你胡说！我是你师傅，咋能不管你呢？真的，你们八路军都是不怕死的，咱鬼子还没打完呢，你不能死啊！有你陪着我，最后一场，真好。师傅，你答应我，答应我一件事吧。婶子，10件、100件，师傅都答应你。你能代替我当八路吗？别去国军了。好，师傅答应你。婶子，等回去以后，咱们一起干八路。师傅带你一起打鬼子。婶子，你跟我说，师傅，你能不能像小时候一样，你给我刮头啊，再给我刮一次头。好，师傅给你刮。师傅还像小时候那样，一边唱歌，一边给你刮，啊！婶子，起来。小毛驴儿去赶劲儿，买了个辣椒当哑铃儿，咬一口，婶子。婶子，婶子，我婶子，没想到我们刚刚见面，你就这么走了。是师傅没有保护好你。你放心吧，师傅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。等我把鬼子都打跑了，我一定把你接回去。等等，我们走这边。张大哥，我们堂屋在那边啊！别问那么多了，听我的，跟我来。来。注意隐蔽，走。哎，老关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国军13旅的马连长，这回他带的连队到咱们这儿是奉命观摩和学习来的。我代表冀中独立1团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。这次来的匆忙，多有叨扰，还希望关团长您别介意啊！不要客气，我们都是抗日的友军，互相帮助，本应该的。哎，按理说这头一回见面，应该给您带点见面礼，可我这来的匆忙，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。太原造步枪20支，子弹1000发，不成敬意啊！谢谢了，进屋喝酒，好，请，好，请，请。张大哥，咱为啥走这儿？到底为啥呀？这是之前给小山子打水的时候发现的。
之前我就想，咱们救人怎么这么顺利呢？没想到这小鬼子在跟着咱们呢。啥？鬼子？三儿，别冲动，谁也别回头。小鬼子已经在后头盯着咱们呢。那怕啥呀？老子我正找他呢，我要给山子报仇！冲动啥？咱现在手头家伙不硬，回去是送死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小鬼子现在跟着咱们，肯定是小部队，大部队还在后头呢。冷静点。哥，你说他为啥跟着咱？咋不抓咱呢？我也是刚想明白，小鬼子肯定是想跟着咱们，找他们八路军团部去。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想拿小山子当诱饵来吸引我们呢，结果人家根本就没看上咱们，目的就是他们独立团。那咋办？你赶紧想个办法呀！兄弟啊，这一带你地形熟，你看有没有适合打伏击的地方？有，这往西30里有座帽儿山，山上有个老鸡牙隘口，那里易守难攻，我们可以去那儿。老鸡牙隘口。对，好，三儿，你推点快，你从这儿兜回去，到独立团找老关，告诉他们，日落之前吧，我们一定把鬼子引到那儿，让他提前在那儿布口袋。小鬼子给咱们下套，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套中套。行，哥，那你呢？放心吧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走。行，那你小心点。走。中村君，前面山路崎岖，不宜骑马。有池田的消息吗？根据池田的消息，应该走这条路。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上？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会到达帽儿山。你说什么？帽儿山？对，在帽儿山上有一个老鸡牙子隘口，易守难攻。天黑前后，我大哥张良会把日本人引到那儿去，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包抄。大概有多少人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先头部队在前，大部队在后。我的大团长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想了？小山子都牺牲了，知道吗？赖大官啊，这调动部队得上报旅部批准啊。靠汇报打仗，黄瓜菜都凉了。你，命令部队集合，出发。是。旅部来电说，敌人可能有大的行动。看来，53的情报是准确的。帽儿山那个地方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，只是它的东北角有一个豁口，得派兵去驻守。但是咱们部队刚刚休整，很多伤员还没有恢复，还要分兵出击。我想，咱们这趟伏击战恐怕打不下来呀。要不这样，正好国军一个连在咱们这儿观摩学习呢，要不然请他们帮个忙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样能行吗？我去试试吧。都是军人，总不能我们在前面打仗，他们在后边看热闹吧？好，就试试。前面还有多远？阁下，根据池田君送来的情报，穿过前面的山谷就应该到了。よし，快跟上！一定要出发！起马走！团长，团长，哎，你小子没走啊？我找你想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我想加入你们八路。咋的了？前些日子还哭着喊着要去当国军呢，改主意了？我到现在都觉得你们八路没有人家国军家伙事儿强，只是这2天跟你们在一起打了2仗，我觉得你们八路呀，个个都是好样的，都是爷们儿。我53加入这样的队伍，我不亏。还有就是，我答应过小山子，他临死前嘱咐我，说让我
替他继续当八路。我既然答应他了，就不能反悔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八路军不是土匪，不是绿林，不搞什么仪式，更不会勉强任何人。但是，一旦加入队伍，就不能离开，否则被视为逃兵。你小子一定给我想清楚了。我当然想清楚了，到哪儿打鬼子不是打呀？好，我同意了。老八将，有。从今往后，他就跟着你了。啥？你让我跟着他呀？跟着我咋了？记住了，既然加入了八路军，首先要学会服从命令。哎，走吧，我给你找件衣服。你看不上我呀，我还看不上你呢。哎，别动！我们这是军械重地，不能乱动。这2年啊，军需品啊也特别紧张，连一整套的军服啊都没有了。看看给你凑合吧，有什么呀你就将就着使吧。帽子给你戴上，再来根腰带，这样才像个当兵的呀。哎，你怎么穿我的衣服啊？别过来！脱下来！我不脱，脱下来！我不脱，我不脱，我就不脱。你穿了我就给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脱下来！喂，我不脱。你不说你没衣服吗？这啥？这啥？脱下来！这件衣服你不能穿，这是我的。脱下来！给你，给你，给我！不就一件衣服吗？你看你那小鸡劲儿，着啥急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件衣服啊是前2年部队啊发给我的。你看看我这衣服，都破成这样了，我都舍不得穿。你不舍得穿，放那都放烂了，你不舍得穿，放烂了就不给你穿。这小气鬼！老包子，衣服我不要了，你把这枪给我吧。你要枪干什么呀？打鬼子呀！我们做后勤的，要枪有什么用？啥？后勤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当八路是打鬼子，谁给你当后勤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做后勤工作和打鬼子是一样重要。只有我们后勤工作做好了，前方的战士才能打胜仗。所以做后勤和打鬼子是一样的重要。哪儿一样啊？当了后勤还能打鬼子呀？老包将，哎，老包将，连长找你呢。知道了，来，给系上点裤子。等我回来，我教你打绑腿啊！哎，别乱动我的东西啊，尤其是那件军服。知道了。小兔崽子，偷我的东西！我的衣服啊！小兔崽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大佐，就是这里吗？对，就是这里。此地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要是八路在这里设伏，恐怕我们会损失惨重的。阁下，您多虑了，我已经带人在这里搜查过了，您可以绝对放心。石腾军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，皇军出其不意的开拔，真是大佐的一条妙计。之前，连我都不清楚您的部署，我想八路军
也绝对不会找到任何线索。八路都是乌合之众，他们想吃掉我们，也没那么容易。果然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！团长，团长，嘿，团长，我们回来了。张良，张良，回来了。这次多亏了你呀，真得好好谢谢你。哎，谢啥呀？哎，小鬼子可说话就到了，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差这个东风了。哎，我弟弟呢？你弟弟已经加入我们独立团了。啥？三儿加入八路军了？就刚才呀，我批的。你凭啥让他加入八路军呢？我凭啥？你别急呀，不是我逼他的，是你弟弟主动要求的。而且，我已经把他给扔给后勤部了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再说，你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自己可以做主，你这当哥的也管不了。说说你自己吧，你弟弟已经加入队伍，干脆你也加入吧。你别以为你已经吃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关震山长这么大，能让我看上眼的不多，但是你算一个。如果咱们联起手来打日本鬼子，冀中这一片，谁也不是对手。怎么样？给句痛快话。先把这仗打完吧，如果还活着，到时候给你计划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走，走吧。同志们，等鬼子靠近了再开枪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许射击。是。阁下，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报告，前面的八路军突然失去了踪迹。笨蛋，人都能跟丢。来都来了，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。命令部队提高警惕。哎。同志们，打！解开！前田军，停止反击！迫击炮准备！阵地易守难攻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伤亡太大了。报告，大佐，田中桥的援兵已经到了东十里外3道梁子，马上让他们从八路侧翼进攻，不要对八路实施反包围。嗨！打铁翼！八路军的消息没错，鬼子果然从侧翼包抄。团长那儿我去解释。快把那个人抬过去！哎，53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咋来了？你加入我们八路军了？啊！53啊！没有你这么打枪的，你这是浪费子弹，知道吗？打枪的时候要在敌人150米范围之内，你才能开枪。你这是干嘛呢？行了，老子3多，爱咋打咋打。你起来，起来！我告诉你，现在这是在战场上，你参加了八路军，按照军名我比你高，你就得听我的。我加入的是打仗的部队，又没加入医院。你起来，起来，别管我了。53。
军为什么还没有进攻？八路军的侧翼有一队国军在防守，他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。告诉他们，半个小时不能通过，剖腹一线天皇。嘿。 你咋那么多子弹？那当然了，老子我就是子弹多。你新来的吧你？啊！我当那么多年兵，我都没打过实靶。关团长，小鬼子这架势，好像等增援呢。东边那大豁口堵死了吗？国军一个连不替咱们守着吗？国军的一个连够吗？要不要派人支援一下？这样，你给我50个兄弟，我带人过去看看。小刚，到，去，叫武城战士跟张良去，跟他去，快点，去，是。来，快点。 后边快点，跟上！快，哥，三儿，你咋来了？我不是让你在屯部待着吗？老子是来打鬼子的，又不是出子弹的。你少凑热闹，三儿！告诉你，赶紧回屯部。回啥呀？来都来了，回去干嘛呀？回。再说了，我一个人回去，路上你放心啊。回去，三儿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三儿，三儿，哎。 连长，啊，伤亡太大了，哎，再不撤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那咋办啊？就这么走了？连长，咱们爆到这样，够意思了。咱们要是撤了的话，那八路军的侧翼就全留给鬼子了。鬼子要是过了这儿，那八路军就被反包围了。咱们要是留下，死就是咱们了。咱们和八路那可不是一家，你不能拿我们兄弟的脑袋给八路邀功吧？撤吧！命令部队，撤退！撤！撤！撤退？这刚打就要撤？咱们是小兵，上面让咱撤，咱就撤吧。把子弹留给八路军的兄弟，让他们打鬼子。连长。 弟兄们，把你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留下，留给咱们八路军的弟兄。快跟上！哥，快点，快点！三儿，三儿，跑了。 命令部队快速通过！嘿，呀！跪倒！他娘的，手榴弹要拉着弦才能扔。三儿，咋样？受伤了？没有哥，我军全跑了。先别管了，快顶上！走。
鬼子撤了，剩点子弹。哎，国军还算有点良心啊。哼，看这架势，小鬼子还得增兵，咱们这几十个人怕是守不住啊。有这些弹药，可以跟他们周旋一阵子，得给老关争取时间啊。三儿，开枪的时候憋口气，别看见小鬼子在哪儿就往哪儿打，要对你的目标、他的行动有个预判，懂吗？懂了。别急，等走近了再打。弟兄们，打！又没打着啊！要对你的目标、你的行动有个预判。中了！田中小队已经到了3到2组，但八路军的部队却突然出现，现在正和田中小队激烈交火。命令炮火支援田中，务必拿下3到2组。呼叫炮兵，呼叫炮兵，炮火3到2组，开炮！上小心！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哥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离心脏远着呢，死不了。哥，鬼子越来越多了，咱咋办呀？咋？怕了？谁怕了？信不信我立个冲出去？我信。你们武家没孬种，行了吧？没别的办法，只能跟小鬼子玩命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都挺好的，只要你哥不死，你就别离开我身边。我死了我就管不着了。知道了，给我打！怎么样？啊！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？情况还看不出来吗？都快剩一大半了，让他增援，我们需要人手。赵子弹别抠门，再抠门我们就挺不住了。好，报告，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伤亡过半了，鬼子还有1个队兵力，还在继续增援。这样吧，你呀，去通知二旺，让他带着1个排，不，2个排，再带1挺外8的机枪，把9个排带上，去吧。是。快抬起来！团长，我请求带几个医务兵过去支援他们，他们人员伤亡肯定很大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求你了，团长，让我去吧。好吧，你去吧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是。上刺刀！上刺刀！给我冲！兄弟们，给我冲！杀！后悔了吧？让你走你不走，现在好了，你让我怎么下去给你爹交代？大不了咱俩就一块跟他交代，杀这么多鬼子，老子也吃了，跟你们一块死，我也吃了。啊！走！
大佐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来电令，国军第3混成旅昨天已经攻进了我战区，现在命令我们立即赶往石家庄东部增援。关震山，命令部队撤，开！哎呀，没事啊，谁不受伤啊？三儿，慢点，这都流血了。没受伤吧？没事。你胳膊咋样了？没事，皮外伤。你还愣着干嘛呀？我哥胳膊受伤，你没看着啊？看啥呀？赶紧给我哥包！好什么好啊？人家一直追着我要给我包扎呢。给你碰了。哎，你能不能轻点？我是医生，我知道。没事。咋样，兄弟？没伤着骨头吧？没事，真没看出来啊。你这身子骨扔手榴弹跟炮弹似的。你可不知道，他的外号啊叫小钢炮。啊，小钢炮，真没看出来啊，小钢炮。哎，你咋知道的？全团的人都知道。你这伤口啊，怕感染了，咱们得回团部治了。啥？感染？那咋办呀？你知道啥叫感染啊？你个兔崽子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他连炮管子都没事儿。那个小混蛋呢？说什么的什么小混蛋，小混蛋的，好好说。还能有哪个小混蛋？513，他人呢？513没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就出去那么一小会儿，他就偷了我的新军章、枪和子弹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要看见他，我非得劈了他不可。团长，好你个513，你果然在这儿啊！这是我的新军章啊！你赔我，我过年都舍不得穿呀！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赔我！你干啥呀？你放开！既然都这样了，你要，我给你脱了呗。你今天必须赔我！干什么干什么呢？一点纪律都没有。513，我听老包说你偷了他的新军装，还私自拿了军械库的枪支和弹药，有这回事吗？是我干的。好了，哎，我到你们这儿来，连一身像样的行头装没有，这也说不过去啊。刚好，我看他那儿还有一身备用的，我就进来穿穿。还有这子弹，还有这枪，反正你们也留着打鬼子的。今天呀，我刚好全都给你们用在正道上了。胡闹！哎呀，那枪支弹药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，你这样私自拿别人东西，那也是犯纪律的，懂吗？你个新兵蛋子，你刚入伍1天就给我犯这么大的错误，我看你好好治治他。二娃，把枪给我缴了。是，缴枪。关禁闭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别动，放开我！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老子去打的鬼子，又没去干别的事儿。我杀了那么多鬼子了，你不赏我就算了，还捞我惩罚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等等！报告团长，我有话要说。报告政委，513私偷枪支是不假，但是他也是为了上战场杀敌。3道梁子那场仗，要是没有513第一个赶到，咱们可能全军覆没了。再说，今天咱们能抵住日军的进攻，513功不可没。要不是那样，咱们全团都危险了。虽然他之前犯了大错，但这个事儿他也算立了大功。我觉得功过相抵，应该不予追究。况且朱老总不是说过吗？战斗时期一切纪律都是灵活的，而且今天他在战场上杀了好多鬼子，所以政委，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考虑对513的处罚。关团，
丁玲啊，丁玲，你可真是个伶牙俐齿啊！好吧，禁闭就算了。哎，我可没说不处罚他53啊。二娃有，通知政治部，给53记大过一次。是。啥叫记大过呀？记大过都不知道，就是把你犯的错呀，都给你记本上。没了，没了，不管我了，不管你了。我说嘛，我立的大功，不赏我就算了，还关我，这算啥话呀？53，哦，别以为你立了功就是犯错误的理由。既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，就要遵守纪律。给我回去，抄写3大纪律8项注意50遍。丁玲，你负责监督。是。哎，别生气啊！哼，走。死狗！谢谢你啊。哎，先别忙着谢我，刚才关团长说的你都听到了。把3大纪律8项注意抄50遍。50遍，太多了吧？我最讨厌写字儿了，要不10遍吧？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？你现在是一名军人，就得服从命令。哎，这啥叫做3大纪律8项注意啊？讲啥的？好看吗？好看啊，非常精彩。真的？那跟那个三国比呢？比三国好看多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那还等啥呀？走呀，抄去！走啊，抄去！